这就是那个上面的它的那个温泉。仙境，真的瑞吉是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其实现在也不算冬天了，现在咱们应该算是春天。大家好，我是瑞士山里娃，我们现在在去瑞吉山的路上。这块太美了，所以你们如果走这条路的话，其实中间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小村庄。 挨着卢塞恩湖的，特别漂亮。一路从卢塞恩开过来，也就是40分钟。著名的那个瑞士之路也是从这边开始出发的。瑞士之路是瑞士人纪念建国700周年，在1991年设立的徒步路线。瑞士之路总长35公里，从瑞士联邦起源地吕特利到对岸的布鲁能，总长可分为4段，每段都有巴士和轮渡往返。这是第一段9公里的路线，给大家放在这儿了，拿走不谢。 一转眼的功夫，就来到了瑞吉山脚下的威兹瑙。我们到这儿，待会儿呢就要上山。然后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晚酒店在那个山上的 Kaltbad， 就是温泉酒店。不是大家都说我不带大家来瑞士看吗？今天就特地来看看瑞士的瑞吉山。而且这边呢，也确实是瑞士最美的一段。这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坐的上瑞吉山的小火车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楼，非常方便。停了车直接过来下山坐火车。如果你们不想住在苏黎世或者卢塞恩这样的大城市，其实来瑞吉山上住温泉酒店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。而且告诉你们一个看火车的方式，这就是下一趟火车要出发的时间。这个 ticket office 都在这儿，所以你们来这儿直接买火车票就可以了。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港口，就是你从卢塞恩同时可以坐游轮过来。这个港口叫威兹瑙，就是这上面的名字。威兹瑙，完全是无缝链接。 Nice， 可以到这个商店里边。然后这是新装修的啊，这就是它的那个温泉。温泉，它有好多徒步路线啊，瑞士是最多徒步路线的国家。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瑞士的特色？我收到了一本小册子，然后这个册子是马克·吐温1879年写的，《A Trip to Reggie》。 就是他在瑞吉山的一些感想，发生的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我觉得马克·吐温很少为一座山写一本小说啊。你们如果来的话，也不妨去这个 ticket office 问一下这本书有没有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火车上读一读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到瑞吉山的山顶往返是72块钱，但如果你同时泡温泉，同时买这个火车票是79块钱，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的。就如果你在卢塞恩同时想买船票，然后想买瑞吉山火车票的话，你可以买那个山峦皇后环游，比单买火车票都要优惠不少。这个瑞吉山是完全可以 cover 在那个 Swiss Travel Pass 里面的，持有瑞士通票，这个山是免费的哦。它这个山上冬天有滑雪，然后但是它的滑雪呢是适合比较初级的选手，步伐没有那么高。另外它还有雪橇，它雪橇道是很有名，很长的一条雪橇道，还有一个大脚掌的那种就是雪地徒步。同时呢，准备了3张瑞吉山的这个 明信片，这期视频点赞最多的那一条评论里面，然后让他联系我，给他寄出瑞吉山上面的明信片给他，送给我们的粉丝们。它这个温泉也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古老的一个矿物质温泉，非常有治愈的疗效，特别邪。它是挂轨的，这个轨道它叠个轨道，然后挂着它这么走的往上。 这个效果真的特别治愈。而且它特别陡，然后又特别高，正好就感觉好像马上就要坠入到湖。上面还有好多人家在住，这就是瑞士人。瑞士人他们喜欢住在半山腰上，所以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这辆火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辆火车开的其实还到蛮晚的，因为它上面还有很多人住的这上面。 这个山呢，它是一个360度看的，是吧？所以它是相当于底下全是湖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挂轨了。所有瑞士登山的都是这个技术，包括比较陡的都是挂轨技术。看，小火车来了，这下山哇，好满！这个点上车人比较少，因为我们是住在上面嘛，所以我们这个点就比较合适。大部分游客都更喜欢就是早上起来去。 下午回来，因为它山顶有一个餐厅，你可以在那儿吃完饭，然后下午往回返。
看啊，瑞士真的是非常奇特，就是山上有雪，山下绿。哎，看到了吗？这狐狸，快看，快看，快拍狐狸！哇，看到狐狸了吗？啊，看到野生的，狐狸真的好看，为什么叫狐狸精？它就是真的是小尖脸。哇，这是那个老的那个车。对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下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温泉。然后你看那个总站就叫黑地库了嘛，就是瑞吉山峰，适合不是打卡景点那种，你住在这儿，然后休闲的逛逛山啊。外边还是很冷啊。好多带着狗狗徒步的人。它所有的这个火车站都有租雪橇的地方，你租好了可以拿到山上，然后滑下来，就很有意思啊！你们在火车站就可以租好多徒步路线。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着重的推荐一条山上的湖景环游徒步路线，要走2个小时。到时候我会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们有机会来瑞吉山，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条徒步路线。这就是那个上面的它的那个温泉。不怕冷就会爬到这个平台上玩雪。哦呦，我们进酒店了。这是有专门泡澡用的。好大的房间啊，不错，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。哇，还有个小阳台，这是我最想要的。对，外边已经在下雪了。好厚啊！这下面就是温泉，然后我们一会儿换好衣服就可以去泡温泉了。就是很瑞士的这种中规中矩吧。对，冲澡的，然后就比较小，浴室稍微有点小，但是房间还是空间我很满意。现在去泡温泉了，准备就绪，走，拿着毛巾，出发。出发。住这个酒店还是很方便。上山泡温泉都方便，正好在山中间。你看这边已经有显示了，禁止照相。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这个就是温泉，它还有室外的，这是室内的，底下有桑拿，还有土耳其浴。最不健康的食品是薯片，瑞士产的。哦，你们来瑞士一定要尝这个牌子的薯片，他们家的超好吃。好啦，洗好温泉，今天晚上就是半自助，头盘都是自助，你可以自己选。它主菜就是煎的猪排。然后还是那个湖里的鱼，你还可以选甜点，小沙拉。哎，这就是瑞士那个野莴苣，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种蔬菜啊。来一点野莴苣菜，然后这是那种春天的小嫩芽。其实瑞士的蔬菜我真的建议大家吃，因为它很多都是有机的，特别好的蔬菜。芝麻菜也对身体超好的，这个我也喜欢。来点小黄瓜，这个春芽挺好。这个很好。这就有点像那个香椿的那个芽儿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香。然后再撒一点，一般都撒一点干果，这样。再来点南瓜籽。Nice。它这个汤吧，就特别纯熬出来的。但也当然也有的是直接用调料怼的。这个我好像觉得不是调料的，因为它那个味道，味道特别的好。春葱，然后再是那种小葱末，然后这个是蛋，鸡蛋皮，这个好棒，这里面是南瓜籽的，好像是各种果仁的。好嘞，这是咖喱鱼。我拿一个这个试试行。它这汤绝对不是调料调的。Good， Something。Thank you。这是猪排，德国人也那么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它还挺香的，我怎么觉得有点烤羊肉串的味儿？哇！它这菜炒的还真挺好吃，太干净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吃了2轮沙拉。我吃了3顿。你吃了3碗鸡汤？对，我喝了3碗鸡汤。你看，这是那个姑娘，这是酸甜口啊，我最爱吃的。黑莓好大，各种梅子，还有布丁配在布丁里面，香甜可口。大黑莓看，哇，超级棒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真的挺好吃。然后准备明天早上赶一个大早上山。早上起来从酒店一出来，太美了。看来住山上的酒店还是有好处的。早上起来，第一没有人，第二一个真的是景色能看得太美了。其实从酒店这边出发就是徒步的路线了。你看那上面黄牌，所以说在这个酒店里面徒步，不论夏天或者是冬天。往下面也可以走，往上面也可以走。
你看我们今天住的酒店的位置啊，这个就是酒店，这是火车站。对，然后地下就是温泉。火车下山了。瑞士觉得这雪不好，今天已经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滑雪场。今年雪季已经就提早关闭了。结束了，这儿的雪季结束了啊。那个大的雪场还在开。瑞士就很任性，更任性是瑞士人从来不滑那个人造雪，只滑天然雪，所以当天然雪不够的时候，他们才不管就关。这是夏天可以行走的。哇，这边没有什么很简单路线啊，都是中极线。中极线就是上路，就是雪地行走的那个粉颜色的牌子，就是这种是适合残疾人走的，就说明它比较平缓，然后就是你可以推着轮椅走。哇，啊，这个有点意思。这躺着真舒服呀！哇，山顶出太阳了，我们突破了误区，云海环绕，太美了，仙境。真的瑞吉是非常非常的美，仔细了。大概1800米，然后坐火车就很方便。乘坐火车从威兹瑙到瑞吉山顶，也就是30多分钟。哇，这么好的雪，竟然雪场这么开，我难以置信，这简直就是野雪天堂了。现在滑雪倒好了，就是不要钱了。对呀、要不然我们租2个雪板野雪下去吧，太好了，这雪真的好。而且这家餐厅还特别好吃，这家餐厅夏天的时候。Nächste Halt, Staffel。就如果你们来餐厅的话，也可以去这个史达芬的那个餐厅。这个名字。The nächste Halt, Rigikulm。总站到。 This is the final station. We wish you a wonderful stay here on the Queen of the Mountains. 山中皇后。好，这是。雪地行走的鞋，就你把脚绑在上面走，不然的话它在雪地里会碎。它专门有租这种。从这个位置看，你就知道瑞吉山它其实是一个360度的一个雪景的一个山脉，等于它在中间所有的周边的13个湖啊、雪呀、山脉啊，全部都能看见。云的下边就是湖。《西游记》那个大闹天宫的那腾云驾雾过去，对面就是像王母娘娘的那个叫什么？南天门。19世纪前期，韦伯、门德尔松、维戈多、雨果等名人都到访过瑞吉山。1864年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亲临瑞吉山度假。1871年，在这里修建了登山铁道，也是欧洲第一条登山铁道。瑞吉山的山顶，这就是瑞吉山山顶了一个气象观测站，也应该是雷达观测站，或者是1800米高哈。然后那个就是瑞吉山的山顶的酒店，到夏天就会开放。对，夏天冬季都会开，因为现在是雪季关闭了，所以说结束了，然后就是看不到。美。这上有牌子。1798。到山顶是15分钟就到了。对，顺着这个一直往上走，但是这个现在全是雪覆盖的，这路没有铲。从瑞吉山山顶可以看到全景的这么多山脉。你看瑞士有多少山？所以说它又称为360度无死角的一个观景平台啊。缆车站就可以租那个Schlitten，就是那个雪橇，可以租雪橇，然后还可以租那个大脚掌徒步的那个就是工具，你都可以在火车站租，然后你下去以后到下一个火车站还就。现在雪还是非常的厚，虽然雪季结束了，但是好多拿雪车上来滑雪橇的。雪橇是免费的，就是你只要是自己家有，你坐着火车上来就可以滑了。看在滑雪橇呢，好可爱啊！这个就是那个雪橇道，其实还真的挺难的啊，感觉还是有点急转弯陡啊。火车站下来直接就可以乘船到卢塞恩，还是很方便的。很多本地人他们也是这么走的哈。从山上下来也得坐这个船去卢塞恩，是吧？对。因为这个船还是挺方便，而且景色还好。它属于梦幻的绿色，太美了。这样夏天会更绿啊，阳光加绿色的草坪。哦，这是他们那个新的那个比较新的那个船。
钻石号这个，它还有蓝宝石号什么，反正都以各种珍贵的宝石来命名。钻石号挺漂亮的啊！如果你们想订参船的话，提前在庐山那个网站上可以选一下。我觉得在庐山上用个餐，然后上个瑞吉山，然后泡个温泉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。对。啊，你看它后面的露台特漂亮，所以夏天走出来还真是挺享受坐在外面。但冬天还是有点冷的啊，就不在里面。其实现在也不算冬天了，现在咱们应该算是春天。但是瑞士的倒春寒是每年都会有的事儿。今天我们的旅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